太解气了！大疆竟然狠狠地将了大美他妈政府一军，因为大疆宣布解除无人机在北美的电子围栏，这一次是彻底的让大美全境那些海量的无人机享受自由了。这话怎么说的来着？让自由的无人机回到自由的人民手里，在自由的国度上用最自由的方式自由的飞翔，取消全美机场、军事基地等重要敏感地区的电子围栏。这一招，我觉得太那啥了。我是关子涵。前两天呢，我看了一个美剧，叫做《踩浪的末日》，里面讲的是个顶级杀手用狙击步枪去暗杀的故事。我看完之后就一个感受，大哥，你这么费劲干嘛呀？那一个无人机绑个 C4就能够去解决的事儿，你在这就花1亿美元还找个杀手，太搞笑了。这事儿就是一个无人机手全部解决的问题。而大疆这么做的原因其实挺解气的，起因就是德斯隆在大美法院2021年起诉了大疆侵犯其自动悬停和车辆跟随专利。这事儿恶心在于哪儿呢？大疆可是2009年申请的专利，而德世龙是2011年申请的专利。你能想象2011年申请那个破专利竟然把2009年申请的先进专利给告赢了吗？这一刻我特别想知道大美的法律意义是什么，谁在操纵大美的法律。而德世龙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想要大疆交出悬停专利的源代码。因为德世龙他其实看中了低空航空领域的巨大市场，他目前正在研发大型四轴载人飞机，你就知道他们对于大疆的专利有多么渴求了，以及他们的技术多么的垃圾，竟然破解不了想抢。那么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个冷知识，大疆真的让无人机领先世界的不是什么那些芯片，而是它的无人机悬停以及巡航技术，就是那一段源代码。到了今天为止，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无人机公司，他们在自动悬停和巡航上都没有大疆的稳定。这也是大疆能在一开始为什么后来居上领先世界的主要原因。为什么那么多世界500强的公司先后投入无人机的研发，最后都解决不了自动悬停和巡航不如大疆稳定的问题？一样的芯片呢，他们就是不行，为啥呢？而这一次呢，德斯隆集团起诉大疆背后更可怕的是呢，有一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这一切，他让法律都失效了。不仅要大疆他被2011年的专利打败他2009年的专利，还要大疆交出核心的源代码后再赔偿德世龙2.79亿美元后，还说大疆不配合这个意图抢劫的公司，所以追罚金额到8.37亿美元。这种明抢的行为它就这么发生了。其实大美的政客心里一点逼数都没有。说错了光2024年就发生了将近近1000起无人机闯入军事基地的事件。现在是大疆用电子围栏把自家的品牌拦下来，因为闯入那些军事基地和机场的都是其他品牌的无人机，或者那些自己组装的 FPV 无人机，而保有量最大的大疆无人机，因为电子围栏的关系，反而没有大疆闯入军事基地和机场的记录。而这项电子围栏技术，它最少我觉得拦下了应该几万起这样的事件吧。因为全美那些愣头青可真是太多了。2024年前4个月，联邦航空局就记录了326起无人机入侵机场的事件。军事重镇新泽西在2024年11月就收到了5000多起无人机入侵军事基地的报告，而很多都是非大疆品牌干的。大疆的无人机电子围栏早就把这些给锁住了，不让他们进去。现在大疆取消了电子围栏，那些海量的无人机那可不就放飞自我了吗？以前那些改装的 FPV 他们是不受电子围栏限制的，可是现在海量的无人机他们也不受电子围栏限制了。大疆的原话说的是，无人机控制权应该被他们的飞手所控制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海量的无人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呗。而且事情没完，你想想，白色的宫殿、国会的那个山、5个角的大楼，那有的无人机如果他想学俄乌战场上那些印度的招数，我想想就不寒而栗现在呢，大美那边对于大疆的制裁是如此的紧迫，而走私大疆无人机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。即使那个价格一台翻1倍，对于北美地区用户来讲，也就是从几百美元变成1000美元了呗，1000美元变成2000美元呗。而且无人机的走私，你知道多简单吗？它飞过去就行了，并且它可能打开了更多墨西哥边境上无人机使用的方法。以前那些挖地道才能运过去的东西，现在无人机就可以了。在一个禁止自己销售的国家和地方，在那里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和大疆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那么今年亚里其实就给到了他们政府手里头，他们政府一些议员目前一直呼吁严惩无人机操作的行为，提升惩罚力度。所以未来就看哪一方他先支持不住了。那么大家投票说一下，你说哪一方他先支持不住呢？反正我觉得对于大疆来讲无所谓，反正那个市场它早就已经失去了。